去黄龙的前一天晚上，我打开小某书，避雷、吐槽、高反，不值得，很辛苦，从头挤到尾，缆车要等2小时。我明天真的还要和家人一起去吗？哎，来都来了，咱就冲吧。秋季高峰在阿坝州待了4天，人多是真的，来了不想走也是真的。原来有的风景真的会令人心跳加速，而整个旅程中最令我心动的景色，却在熙熙攘攘的景区之外。出发之前还有点忧心忡忡，但还好，一路的景色安抚了我的焦虑。九寨到黄龙之间要经过雪山梁隧道，没有这段隧道之前，2个景区之间要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梁子，本身就坡陡弯急。汶川大地震之后，更有岩石滚落的危险。这段高海拔隧道在18年通车后，极大提高了行车安全，把九寨到黄龙之间的车程从4-5个小时减到了2个小时。一路有美景，有牦牛、山羊，还有马儿在打架，就这样丝滑的到了黄龙。做了要等大概1个小时才能上索道的心理准备，事实上大概30分钟就排到了。上行索道速度飞快，我做得非常过瘾，但可怜了有恐高症的我弟，一眼都不敢往外看呢。黄龙的游览路线比九寨沟简单，坐索道上行，再走上一段路到五彩池，之后一路下行到出口。网上有人推荐逆流而上，走路上山，坐索道下山。我想说，除非你是爬楼机爱好者，喜欢一边爬3000个台阶一边看风景，否则没必要没苦硬吃。从下缆车之后走到黄龙寺的一段路，有人吐槽说没有风景又很累，健身走下来却觉得这路真的不能更好走了。路上有森林，有雪山，还可以在林间眺望蒸燕池，除非高反严重，对体力真的没有什么要求。海拔3500米处的黄龙寺，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。根据松潘县志记载，与治水至茂州，黄龙覆州，助禹治水后，黄龙修道成仙而去，以五色山水于世，世人见寺，岁岁朝拜。缺氧吗？景区的最高点在海拔3600米的五彩池，也是黄龙最著名的景观。人间瑶池这一称号形容五彩池再贴切不过。它位于高原喀斯特地貌区，地下岩石富含碳酸钙，山间的雨和雪透过岩石缝隙溶解了大量的碳酸钙。随着水向山下流动渗透，碳酸钙沉积在地表形成钙化池，钙化层晶莹如雪。这里水质清澈且含有丰富的矿物质，加上池中的藻类和微生物，会随光照和温度折射出不同的颜色。我们很幸运，到五彩池的时候，太阳恰好从云层后面露了个脸，让池水看起来更加鲜艳透亮。海拔高，空气稀薄，一定要买好氧气罐上山，有备无患。五彩池四周有很多观景台，在不同角度、不同光影，风景也完全不同。印象最深刻的是五彩池的顶端，错落的彩池如同镜面，倒映出两边的山林和舒展的白云。矗立的古寺和远方的雪山，给画面增加了更丰富的层次。身临其境，唯有感叹此景只应天上有。从五彩池往山下走，一路最惊喜的是大片的落叶松。在所有秋季的彩林中，我最爱金黄的落叶松。它们毛茸茸、金灿灿，生长在高山带，喜欢光照，需要开阔的山坡。要想看到它们，道阻且长，欣赏的时段又很短暂，所以特别珍惜。走路下山，栈道很平缓，但台阶儿确实多，对膝盖很不友好。过了接仙桥，一路景点非常密集，以各种各样的钙化池为主。之前在上山栈道上看到过的蒸燕池，此时近在眼前。由658个小彩池组成，层层叠叠，相比五彩池更窄，也更立体。一路走，一路有金松、落叶、流水、雪山相伴。人虽然不少，但因为纯粹走路，人和人的距离也不像在九寨沟等车那样摩肩接踵。阴天的明镜倒映池，远山倒映在池面，像水墨山水画一样素雅。顾名思义，它因为像镜子般平静的水面而得名。有些人吐槽黄龙的景色有点单调，的确它是钙化池的盛宴，但当我走过这几公里的下山道，
走过梯田般错落的彩池，有的明艳，有的静谧；走过几道流水，有的温柔，有的汹涌。我丝毫不觉得无聊，每一步都有小小惊喜，每一步都心旷神怡。最后看到的是迎宾池，有索道之前，来黄龙的游客都要靠体力爬上山才能看到五彩池，所以这里一定是他们看到的第一个景点。如今应该叫送客池才比较贴切。11点上山，顺路几乎可以看到所有的景点，不紧不慢，5点左右出门。也许我的见识少，满分10分，我觉得黄龙至少值9分，很想在下雪的时候再回去看看。又是没有吃午饭的一天，回到酒店，去酒店里的中餐厅大吃一顿，石锅鸡超级无敌鲜美，我大概也就喝了那么2、3、4碗吧。小炒牦牛肉意外的有筋道却不难嚼，炒土豆外皮微焦，里面软糯，12分入味儿，一家人都吃得心满意足。这家餐厅绝对是这趟旅程中的美食高光。今天一路走台阶儿，明天一定会腿疼，所以拉着全家一起做拉伸，希望能够缓解乳酸堆积。我爸对做拉伸没有什么兴趣，于是开始自顾自地打起太极，热个身。打的倒是像模像样，但是穿的拖鞋是不是不太行？该来的还是躲不掉，现在到了全家拉伸的时间了。女士们都很认真，做得像模像样，但是被挤在角落的我爸似乎有点勉强。对呀。没拉伸好。这个人开始自己编动作，并且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。你老发出声音。小姑还得抬起来，男的和女的不一样。哎呀。总之，穿拖鞋真的很不适合锻炼。这个晚上就在一片哀嚎中愉快地度过了。休息一下，迎接明天的旅程。在高原骑马是什么体验？阴天进九寨沟比第一次还美是怎么回事？下集见喽！